本期周报将为您介绍世界主要智库最近出台的3篇报告。第一篇，美国智库分析拜登与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。第二篇，美国智库建议美国和印度建立大国伙伴关系。第三篇，欧洲智库建议美国帮助欧洲提高军事实力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篇。美国布鲁金斯学会4月4日出台一份报告，题目是拜登和特朗普将如何处理对华贸易。这篇报告说对华经济政策将是2024年拜登与特朗普总统选举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，并将对中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，引人注目。报告先分析了拜登和特朗普两人在对华经济政策方面的做法，认为这两人之间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。相同点是都以美国经济繁荣为第一考虑，在特朗普提高关税以后拜登又维持了关税，但不同点也很明显。特朗普主要是采取保护主义的做法，用提高关税来迫使中国让步，包括增加购买美国产品，同时鼓励跨国公司离开中国。而拜登认为特朗普过于关注贸易逆差，不够关注国内竞争力，同时过于强调保护主义，疏远了盟友。所以拜登的做法组合拳的特征更明显，就是限制真正尖端的科技产品，维持特朗普的关税，同时加大国内投资，加强与盟友的协调。那这两人的对华贸易政策效果怎么样呢？报告认为，特朗普的政策使美国经济付出了重大的代价，使美国损失了近30万个工作岗位。虽然特朗普成功地降低了和中国的贸易逆差，我这里插一句按照报告的数据，2018年美国对华逆差为4190亿美元，2020年下降到了3110亿美元，幅度超过1/4。但是美国整个对外贸易的逆差没有下降，反而从特朗普就职前的4810亿美元上升到了2020年的6790亿美元，创下历史新高。相比之下，报告认为拜登的做法给美国带来了更大收益，使美国扩大了在整体经济规模上的优势，而且美国对华逆差也进一步降低到2790亿美元，比特朗普执政的最后一年又下降了10%。那这两人下一步在对华贸易主张上会怎么走呢？报告认为，这两人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还会在对华经济贸易问题上激烈辩论，并且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张。从拜登的情况来看，他会进一步强调自己的战略是正确的，下一步还会保留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所有关税，并且在技术出口管制、投资审查这些方面继续小步前进。另外，拜登政府还会推出新的措施，比如在数据安全领域和电动汽车领域，对来自中国的产品采取更多的保护措施。那特朗普呢？报告说对于特朗普来说，中国问题是一种强大的政治武器，不能不被使用。所以，特朗普会继续在中国问题上攻击拜登，说拜登在对华经济政策上过于软弱。在具体的政策构想上特朗普将延续他上一个任期的做法，还是走保护主义道路，还是聚焦中美贸易。他现在已经提出了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%统一关税的想法。报告说，这个想法如果得到落实的话，那么根据彭博经济的分析中美之间现在近6000亿美元的贸易量将减少到几乎为零。那这将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前景。总的来说这篇报告的倾向性比较明显，作者 Ryan Haas 本人也是美国建制派的主要人物之一。但报告对拜登和特朗普对华经济政策的分析还是客观的，可以作为借鉴。好，我们接着看第二篇。美国大西洋理事会4月1日出台了一份报告，题目是美国对印政策需要新范式大国伙伴关系。这篇报告开头就说，现在美国和印度的伙伴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，反映了两国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战略趋同。那这方面报告讲得很详细，说美印两国的接近首先是出于共同的安全利益，特别是在应对中俄方面，其中美国与中俄处于竞争或对抗关系。
美国认为呢，中国有能力有意愿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，所以呢是美国的头号威胁。对于印度而言，中印之间存在陆地边界争端，而且呢因为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紧密关系，导致呢印度几乎在整个西部、北部和东部陆地边界上都与敌对的中巴对峙。近年来，印度曾经的朋友俄罗斯也日益向中国靠拢。报告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印关系确实有必要更上一层楼。同时，这篇报告也指出美国和印度的这种战略趋同也不局限于威慑中国，还有更大的影响。比如呢，可以为印度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实现其应有地位铺平道路，而美国也可以更好地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塑造国际事务。讲到这里报告就开始评价印度的选择问题了。他说印度这个国家有不结盟的传统，在过去70年里，包括美苏冷战时期呢，他都回避了联盟，所以呢，不少人怀疑印度在中美竞争中是不是仍然会保持不选边的立场。但报告认为，现实正在给印度带来压力，迫使印度和美国呢越来越多的协调一致，无论他们是采取正式的联盟还是其他非正式的约定。换句话说，联盟只是一种外在形式。那美印之间这种紧密关系叫什么呢？报告认为，美印下一步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范式，叫做大国伙伴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既要务实和以利益为基础，又要有共同的价值观。具体来说呢，美印接下来的主要合作应该在4个领域。首先是国防工业合作，美国要帮助印度成为印度洋首屈一指的海军力量和后勤枢纽，双方联合生产的武器装备呢也要进一步扩大。我这里插句，这实际上就是让美国取代俄罗斯成为印度军工生产的主要外部来源。其次呢是太空合作，报告认为印度在这方面既有技术能力，也有规模和成本优势，可以共同扩大美国的太空资产。第三是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经济和治理。4是提高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。因为印度作为全球南方的主要国家，美印合作可以提高美国在全球南方的影响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报告说美印还应该加强在国际多边机构中的合作，其中还专门提到印度呢可能在10年之内就能成为世界第3大经济体，所以美国应该带头邀请印度加入7国集团和经合组织，换句话说，要给予印度发达国家的地位。总体来说这篇报告对美印关系有很多设计，也有不少许诺，这也是当前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种常见论调。印度现在的一些表态似乎也有一定的呼应，值得我们关注。好，最后我们简单看一下第3篇。欧洲政策研究中心4月4日出台了一份报告，题目挺长，叫做北约75周年，如何克服自满，在下一个75年内加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。你看题目就知道，这有一定的应景成分，是为了迎接北约成立75周年的华盛顿峰会。这篇报告主要观点有3个。第一，北约发展得很好，地位呢还有所上升。报告说北约成立75周年以来呢，在欧洲安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。现在北约不仅没有脑死亡我这里插一句，这是当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形容北约的一个词。而且呢，反而增加了2个新成员，北约在欧洲安全方面的地位呢将进一步上升。第二，北约也面临一系列问题。报告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成员国之间的防务费用分摊的不均。按照北约的标准，成员国军费应该达到 GDP 的 2%， 但现在只有大约一半国家达标。另外，报告专门指出，如果美国对北约的承诺有所动摇，那军费标准可能要上升到 GDP 的 3% 到 4%。 第三，北约要着手解决问题。这里报告认为下一步北约华盛顿峰会呢，应该主要关注2件事。一是要明确支持乌克兰，要给予乌克兰北约观察员地位。2是美国要帮助欧洲国家加强军事实力，改变欧洲战略侏儒的倾向。总体来看，这篇报告呢有应景的成分，但也体现了一个重要的迹象，那就是由于俄乌冲突的持续和美国呢更多关注遏制中国，欧洲国家开始认真考虑增强军备。如果现实真的朝这一方向发展，那么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环境将再度出现重大的变化。好，本
本期周报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周一再见。